啊，我们中国人啊，这么为哈梅内伊鸣不平啊，恨不得要带笑啊，关你屁事啊！你比伊朗人还投入，伊朗本土人民都是载歌载舞，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今天这个伊朗是他妈个人揍的政权吗？那个是个变态国家的，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是9岁，那是一群他妈娈童贩组成的国家。你们在为这样一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头被干掉之后如丧考妣。伊朗的反击究竟是真的这么猛啊，还是只是生活在你们看到的一些华文媒体上的这么猛？就是粉红，我们也欢迎他们来接触一下这个墙外的世界，真实的声音，因为我们都是粉红过啊，所有的人都当过粉红，我小时候也是粉红。因为你在中国的那种封闭式洗脑的那个共产党中宣部一股独大的这叫独裁宣传武器，你很难不变成粉红。现在还有很多粉红，尤其是比我岁数大的这些老华侨，因为他们的英语也不过关，他们看的都是微信啊，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所以他们就自然会相信中国那一套，就觉得伊朗厉害无比，恨不得感觉伊朗跟美国打了平手，这叫新闻认知战，不是第一次啊。利比亚、伊拉克跟北约打仗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国内嘛，我们就觉得是势均力敌。哎呀，俄罗斯武器极其好使，我们中国的这个大使馆被炸死的那些中国记者非常的无辜，这是我们在那样的宣传环境下自然会相信的。那就讲这个新闻认知战到底它有没有那么强啊？以色列是不是真被他干瞎了？我觉得你还是眼见为实啊，你不要相信中文媒体，当然你也不要相信纯的美国媒体。你如果有当地的朋友讲的应该是真的，当地的朋友啊，指的是在以色列或者在伊朗的朋友讲的是真的。那么除此之外，所有的信息，记住我这句话，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交战双方都是在做新闻战的，你从任何一个单方面拿出来的新闻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只能进行逻辑推演，并且进行历史回溯，就是在历史上你是不是被操过。如果你走到这个夜路，你又穿了个短裤，然后每次你都被操了，第二天早上就是晕倒了，第二天早晨的后边火辣辣的疼，那为什么？就说明这儿有人操你啊！那你虽然看不见他，因为你们被蒙住了双眼，但是你要知道以后不要在这个夜路上啊，这一个人走了，不要穿的那么性感。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识别新闻战来说呢，我跟你们讲讲啊，就是战损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数据。就什么叫战损啊？就是你被打下来了多少架飞机，对方被打下来多少架飞机，这玩意儿不好藏，这个数据不好藏，尤其是美国不好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被击落了大概3架 F-15啊，还是 F-16，反正就这样的。这3架都是被科威特的印度人科威特军队的印度雇佣兵给击落的。换句话说，就是击落美军飞机的全是友军，驻科威特的那些啊，他们用的都是美国武器。也就是说，打下来美国飞机的所有的武器都不是伊朗的，都是美国自己的防空武器，萨德啊之类的，把自己给倒下来了。也就是说，美国的兵器打美国的军队还是能打得下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一点。第二就是伊朗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啊，你没有听错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伊朗的海军一艘军舰也没有开出来。伊朗的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势力啊，伊朗的空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实力，在开战的第一天啊就消失了。这也是事实。现在伊朗用于反击的只有导弹和无人机啊，就是换句话说，伊朗呢储存了大量的导弹，地对地导弹和大量的无人机啊。这些无人机有中国造的，有万国造的，有俄罗斯的，它储存的大量他自己本国拼起来的。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美军的真正的战斗机损失，飞行员应该损失的是个位数，是3-5个人吧，死了这么几个人。伊朗应该是伊朗政治局常委也不止3-5个人，所以你说伊朗把美国和以色列打疼了，你这个我个人是有点接受不了的。伊朗的导弹部队目前采取的战术就是什么呢？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战术，就是反正你他妈已经把我的总部打掉了，我剩下的这些就是我的自然反击过程。自然反击就是我他妈逮哪儿打哪儿，换句话说就是我以前装定的坐标，我现在也不用再重新瞄准了，因为这些高科技武器这个坐标对方的这个目标啊早都锁定好了，就摁了电钮把它打出去就算赢了。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讲，这是一次性武器，大部分都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也不敢开机，你开机因为美军和以色列就在天上绕呢，你一开机给你消灭了，所以呢就是开机的同时摁电钮打出去就赢了，那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这么个状态。所以呢它经不起消耗，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反抗力量经不起消耗，
他没有办法去补充。你不能想象在一个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在一个遍地都是间谍给指引这个所谓的对空打击的状态下，在大规模的组织生产是不可能的。所以胜负就不用说。哎呀，这个时候居然有人说伊朗胜了，美国负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不是倒立着看世界呀？哪有这样胜利者呀？就是胜利者就从他妈最高领导人到底下全部都给干死了。而且昨天呢要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88个啊那个黑袍的那些神棍，最高位的88个神棍，各自聚在一起要投票产生一个新的神棍的时候，这88个人那个会议室又给扬了，也就是说前88名又都给干掉了。你说在这样的一种战争下，你告诉我伊朗赢了，我操你这个世界观得扭曲成什么呀？就是那只能就是说一个解释，就是你丫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属于那种完全被洗脑了。就是你不是伊朗人，但是你比伊朗人还投入，那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因为哈梅内伊被扬了，最难受的这个地球上最难受的两个省是山东省和河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有92%的民众对于哈梅内伊扬了是发自内心的沉痛，而其他国家包括伊朗本土人民都是载歌载舞。我没有权利说伊朗本土多少啊，百分之比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生活在伊朗，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温哥华、洛杉矶、多伦多都有大量的伊朗移民啊。我们温哥华大概得有20万伊朗人，多伦多至少有50万，洛杉矶应该也不少。我这几天我都看见了，他们都在游行啊。没有，我可以很负责的人的告诉你，上百万、几百万美加两国的伊朗移民，没有一个伊朗人感到悲伤，全都在唱歌跳舞，打着巴列维国王的那个国王旗，狮子的那个伊朗国旗，打着那个国旗载歌载舞，从美国到加拿大全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山河四省的中国人为主，这么为哈梅内伊，哎操他妈的这个鸣不平啊，都恨不得要带笑啊！那你是咋回事啊？我操，关你屁事啊！那是我不说别的啊，你们不要跟我扯什么伊朗啊，什么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在伊朗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不要跟我扯这些东西，不要跟我扯。伊朗的有这么一条法律叫婚姻法，我只跟你们说这一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脑补啊。小粉红进来的，欢迎你看啊，我欢迎你看，哈梅内伊死了，你们如丧考妣，人家伊朗人家是亲儿子，人家没有如丧考妣，人载歌载舞，你妈那个哈梅内伊死了，你们如丧考妣，你们他妈的，你们是他妈中国人汉族，你们既不会讲波斯语，也他妈不知道伊朗文化，你们这帮孙子如丧考妣个鸡巴毛啊，是不是有病啊你们？那怎么讲呢？伊朗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自己去他们脑补。伊朗有一部法律，中国也有，叫婚姻法。在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之前啊，他大概是1978年革命成功的。在1978年以前，伊朗叫巴列维王朝啊，就是那个伊朗的国家。正常的国家跟美国好的婚姻法规定，伊朗女性结婚的最小年龄是18岁。这个孙子霍梅尼这个孙子推翻了伊朗合法政府，建立了这个神学的神棍政权之后啊，直到今天，伊朗婚姻法的女性的最低年龄是9岁。9岁啊！我不管你说什么理由，什么鸡巴二孙子王志安，你们说什么伊朗什么理由啊？你们觉得今天这个伊朗是他妈个人揍的政权吗？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是9岁，你他妈是不是好人？你们他妈的有没有良心啊？你们在为这样一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头被干掉之后如丧考妣，你们他妈无论说什么都无法解释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看看去，我知道你们无知，你们可以问 ChatGPT， 可以问 DeepSeek， 你就问伊朗的女性婚姻法最低结婚年龄是几岁？你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我操，你这样的国家你还不赶紧给他推翻了，扬了他？你想他是个正常人的国家吗？那个是个变态国家的，那是一群他妈娈童犯组成的国家。沙特我不知道沙特几岁，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是9岁，至少得是18岁、19岁，哪能是9岁呀？你这不是个人揍的国家出这种法律啊？太过分了，必须干掉他们！你们也扬了他们，还为这种人如丧考妣，这是上百万北美洲的伊朗移民啊，载歌载舞的真正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不要跟我提什么鸡巴的那个什么宏大叙事，你又不宏大，关你屁事啊！中国是20岁吧，女性20岁，男性22岁，我记得啊，中国的婚姻法。好了，那么我们就讲讲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小粉红啊？为什么这么多小粉红？你看那个抖音自媒体打出来什么，哎呀，什么美国
国敢打伊朗吗？根本不敢打，而且那么高的点击率，从什么鸡巴李立啊、金灿荣啊往下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他们排了20个军事专家啊、审议什么的，没有一个说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教育系统与全世界各国都不一样啊！我说的是各国，指的是正常国家，你别拿伊朗给我算啊！伊朗、塔利班这些都不算正常国家，就算正常国家。中国有一门课叫政治，我小时候叫政治，现在是不是改名叫习近平思想了？我就不知道了啊！政治课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撒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而且我不用我负责任吧？你们所有人都上过学吧？别鸡巴跟我装外宾，谁没在中国上过政治课？从老师到那个编课本的，到底下的坐着学生，没有一个人信。这就是中国的教育体系特色，而且政治课还占里边特别大的比例。政治课在中国的教育这个课程里边是一个主科。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政治课是主科啊，语文、数学这是2大主科啊，什么政治、历史、地理这是第2流主科，政治是第2梯队主科。政治课就是他妈全是从上到下在撒谎，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他妈马列主义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我们简称社经，现在叫什么叫毛概？我去你妈，毛概、邓论、马哲全他妈是谎言啊！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种谎言教育体系下面，培养出来大量的精神分裂的人，学习成绩好的，尤其是考公务员，这是考公务员这个重要的考试科目。比如说中国当官的去当了官人，为什么我当不了官？我鸡巴的这个东西我不信呀！我操，我他妈不，我不太擅长这样系统的撒谎，所以这样培养出来了大量的系统的撒谎者，就是他这个精神分裂了。中国所有的公务员，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的观众，你们要承认你们是精神分裂。你们在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回答的一些什么马哲、什么习思、什么毛概，你们自己根本就不信，1秒钟你们都不带信的，但是你们能挥挥洒洒、洋洋万言，为什么？这就叫精神分裂，这就叫你们是撒谎的人，你们是一个会系统性撒谎的人，你们他妈已经练出来了，撒谎都不带打草稿了，撒谎都他妈脸一点都不红，我操，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了的，这是中国一个特别大的弱点。中国就是有这个弱点，这个教育体制就培养这个东西，尤其是当官的，尤其是为人民服务这一伙人，全是精神分裂的患者，官越大，精神分裂程度越高，典型的精神病，对吧？我不敢说文化大革命他们家的遭遇了啊，你看看那是不是个精神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的系统问题啊，这个大家要重视啊。今天讲维尼小熊去抓间谍，就是这他妈他整个培养出来的都是撒谎的人。所以呢，你说我们说完了中国的问题，那你说教育养成人格分裂啊，公务员队伍就是精神分裂的这样一个大集中营，谁的官做得大，谁他妈的唱的响，唱这个高调唱的响，谁就是最大的精神病啊！你都可以一一对应的，整天在那2442，全鸡巴是精神病，我告诉你们。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啊，你看美国，它尤其是2战时代的美国的非常真诚啊，美国非常真实，那个时候的美国非常真实，一直到里根总统都是这样。后来美国也有问题了，咱们不是说美吹，就是说美国只有好的没坏，就是什么呀？就是最近这20年，从2006年、2004年奥巴马当总统之后到今天，这20年美国真的变了，出现了很多英语叫觉醒者，系统性的影响教育体制啊，系统性的影响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什么叫觉醒者的？通俗的讲就是男女都不重要了，你想当男人就是男人，你想当女人就是女人，你今天想当男人，明天当女人，你就可以添一个 X 性别。人类的性别甚至让他们分出了几十种，这就叫觉醒主义。而且他们鼓励孩子变性，鼓励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仇恨大企业，仇恨资本，仇恨基督教，仇恨美国国旗，仇恨美国国歌。这一大派人啊，包括什么比尔盖茨啊、索罗斯啊，都在后边给钱啊。就是这是最近这20年出现的新情况。美国有问题啊，美国不是没有问题啊，社会撕裂很厉害。那么以前没有这些人的，大家都知道。你看80年代《阿甘正传》那些，你看80、90年代那个好莱坞的英雄电影，不都是那样的吗？就是英雄都长得特别帅，跟中国一样很气宇轩昂的，都世界普天同庆的价值嘛。好人那是长得好看一点，詹姆士邦德。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妈的超人必须是黑色的，好莱坞的超人都是黑人，越来越多的超人和超级英雄不是白人，甚至不能是白人，而大反派必须是白人。你这就是什么，就是好莱坞是这个觉醒主义的重灾区。这个他妈是美国的问题，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很自由，所以自由的这样的体系能够从内部被攻破啊。所以我虽然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也深受其害啊。这个觉醒主义加拿大也是重灾区，所以这个就是他妈的美国是不是在背叛上帝？我在想，上帝之所以让你2战赢，就是上帝在给你开作弊嘛，明显在给你开挂嘛。所以
上帝偏爱你的时候给你打开作弊器，你他妈背叛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关上作弊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显然是有魔鬼的。显然你看爱泼斯坦的那些岛屿，那个跟伊朗的那个神棍政权包头的那些他妈的欺负女人的傻逼有啥区别啊？爱泼斯坦那个岛，咱想想是不是就是霍梅尼啊？那不是一样吗？就穿西装的霍梅尼嘛，祸害小女孩，祸害女人，把女人当物品。所以真正的新教徒美国人怎么会他妈祸害女人啊？叫 lady first， 见着女孩子一定要给人开门的，这是他妈本能，一定要给女孩开门。下雨只有一个伞，你那个伞是要悬在女士的头上，你可以淋湿半边，这是新教徒，这是传统的美国。怎么能再把女人给弄成那个样子？那是犯罪分子，一定要被超人干掉的。所以美国真的是有问题。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宏观的东西，咱们就说具体的。我在美国做新能源这些项目啊，我告诉你，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美国他妈逼的心里一定有憋着事儿。憋着啥事儿呢？他对于中国的电力设备、中国的运输行业的设备，就是港口设备啊，这个起重机啊这些设备特别提防。电力大家知道，电力、通讯、运输，这都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命脉，这个大家都懂吧？我们在中国上中小学的时候也告诉你，一个国家的战略除了军工啊，军工不用说，武器不用说，但是武器就是直接打的，但是电、通讯、运输这个也是国家命脉、经济命脉。我跟你讲，美国现在憋着呢，所有的 Made in China 的美国都有专门的机构登你的集装箱船给你开检查，看里边有没有远程开关，看里边有没有加可编程的电路板，如果有不可以用。你说那我这个没上网啊，不行，你万一上网呢？这就是美国憋着呢。我跟你们讲啊，弟兄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他憋坏是因为他自己先使坏了，这是这个逻辑推演嘛？就是他为什么通讯、电力，包括港口那些集装箱啊，振华港机，就上海有个上市公司叫振华港机，振华港机所有设备都不能用了，振华港机所有的设备都要拆开重新检查，必须不能联网，这遥控这些东西都不能有。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想过？他自己干这个事儿，就是放屁仇别人，其实都是你放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想这是不是逻辑推啊？也就是说，美国人比谁都懂这里边能放芯片的木马。那你细思极恐，细思极恐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大家知道北京有多少台摄像头吗？你们猜猜，北京有350万部摄像头，高清 4K 的。北京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口，就是平均每4到5个北京人头上就有个摄像头盯着你。深圳、上海也一样的，有过之无不及。重庆最多，重庆有400多万部摄像头，高清摄像头。你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摄像头的底层代码、底层芯片，你们是不是细思极恐啊？你觉得这玩意儿都是中国产的吗？你天真的相信那里边所有的芯片都是中国造的吗？我不太相信哦。美国是不让海康威视在美国用的啊。中国有个叫海康威视的，海康威视所有的摄像头，美国的所有的公务单位和军事单位一概不能用，你懂了吗？海康威视啊，那华为不用说了，华为那个就压根儿不早就给踢出去了。那也就是说，摄像头 AI 的这种人脸识别的这种底层芯片，微信各种云服务，中国的各种云服务操作系统，很多东西恐怕早就被美国埋了木马了。这是我通过美国封振华港机和海康威视倒推过来的。放屁仇别人，其实你也没少放，而你放最多，所以这真的是逻辑推演啊！我不是搞技术，我他妈那底层的东西，但凡中国搞技术的都知道啊，中国人擅长的，包括语数科技啊，这些 DeepSeek 啊，这些人擅长的是二创，就像你看大老王 YouTube 一样。一创这个，尤其是源代码级别的，中国并不擅长。中国往往从西方直接引进，直接拿来用。哎，你还别不服，你就算中国这些 AI 公司，哪一个基层芯片不是他妈直接从美国拿过来用的？现在数据不都全放上去了吗？那你说现在要搞军民融合，又搞军民两用，你这东西能防得住吗？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和委内瑞拉出的事儿，可能在中国的问题上更严重。